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美媒承认俄罗斯在巴赫穆特获胜，并且预测将要发生的后果。随着巴赫穆特战斗逐步进入尾声，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，俄罗斯军队打赢了这艰苦的一战。一些美国媒体在报道乌克兰战局的时候，遮遮掩掩地承认，瓦格纳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所有的城区。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退守了西郊，这里面有一座米格17飞机做的纪念碑。虽然乌军还试图在巴赫穆特郊区发起反击，但城区作战已经是结束了。这一次城市争夺战的结果证明，瓦格纳和俄军的战斗素质、战斗意志比波兰军人还是要强一些。即使在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了2万人的志愿军之后，也还是没能守住。这是乌克兰乃至北约在军事上的一次重大失败，因为泽连斯基政府一开始是决心不惜代价死守巴赫穆特的，一定要给俄罗斯人一点颜色看看的。然而战争的结果就表明，丢了面子的是泽连斯基政府以及整个北约。就在巴赫穆特易手的同时北约又开始鼓噪向乌克兰提供 F-16战斗机。从舆论情况看，这种美国制造的第4代轻型战斗机进入乌克兰空军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。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众多的武器装备，但是在主战坦克以及战斗机的提供上却一直很谨慎。到目前为止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战斗机装备最好的还是苏联时代制造的米格29。按照北约方面的说法，乌克兰空军更熟悉米格系列，所以把米格29从前华约集团国家搜罗出来交给乌克兰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。另外把米格29提供给乌克兰，对俄罗斯的刺激要小一些。如果直接提供北约的战斗机，那俄军会干出些什么动作来，北约还是有点怕的。俄军夺取巴赫穆特表明，以现在北约军事援助的强度和技术水平并不足以让乌军战胜俄军，甚至都不可能战胜瓦格纳这样的轻步兵。升级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成了西方的必然选择，否则乌克兰军队搞不好会前线崩溃，和俄罗斯坐下来谈判这可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结果F-16可以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的作用首先是争夺制空权，其次是对乌克兰地面上的俄军目标实施空中打击。但是仅仅是让乌克兰飞行员开着 F-16上天是不可能有效执行这2种任务的，这需要和整个北约空中作战指挥体系联系起来，才能够有效地发挥 F-16的作用。这里面就包括地面指挥所预警机、空中加油机等等，还有各种空对空、空对地精确制导武器的联系使用。不同类型的态势感知和通信数据量系统也要联系起来。乌克兰空军要是做到这些，那就相当于真的加入北约了，至少是加入了北约的空中作战体系。这个工作无论对乌克兰、对美国还是对北约来说，都必须是非常小心。根据外电报道，第一个提供 F-16的可能是丹麦。丹麦手中有一批老款的 F-16A/B 型战斗机，经过现代化的改装之后达到了第50批次或者是第52批次的水平，技术上还是比较先进的。而且丹麦正在引进 F-35，向乌克兰提供 F-16也可以加快丹麦空军的换装速度。当然，北约对于乌克兰提供 F-16还是有顾忌的。此前提供的各种武器装备、射程和突防能力都非常有限，哪怕是向乌克兰提供的豹2主战坦克，那也只能是在前线地区发动一些小范围的反击。如果提供了 F-16，那乌克兰军队就有能力对俄罗斯的本土的一些目标，甚至是对莫斯科进行攻击。5月初，乌克兰方面已经动用无人机偷袭了克里姆林宫，虽然没有造成伤亡，但是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。经过1年多的战争，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是不死不休了，特别是一些乌克兰军人，因为亲友死在了战争当中，与俄罗斯已经是血海深仇了。如果有乌克兰飞行员拿到了 F-16，出于个人目的，用超低空投防的办法突袭俄罗斯纵深的重大敏感目标，这一点都不奇怪，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。从乌克兰边境到莫斯科只有600公里，处在 F-16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内。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俄罗斯冲关一路，真有可能动用核武器到那个时候，美西方国家想要控制战争的烈度，那恐怕就做不到了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